2月29号，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个物资领取点遭到袭击，造成大量平民死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埃及、沙特、卡塔尔、约旦、法国、德国等大多数国家谴责这一惨案，并要求展开独立调查。当地时间3月1号，拜登也宣布，美军计划向加沙地带空投首批食品和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并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在加沙立即临时停火。向加沙空投援助物资也被多方指称虚伪和作秀。国际危机组织联合国项目主任理查德·高恩表示，空投援助物资是很好的拍照作秀机会，却是一种糟糕的运送援助物资的方式。他强调，获得足够援助的唯一途径是停火，并由援助车队带入加沙地带。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公开表态，美方会信任乙方调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记者会也拒绝使用谴责一词形容这次事件，并将矛头指向了哈马斯。Why is it so difficult for this government to say we condemn the killing of children, Palestinian women and children? Why can't you say the word condemn? We do. Saeed, if you listened to what I said a moment ago, hold on, Saeed, please don't interrupt me. Yeah? I said far too many Palestinians have died. Thousands of Palestinian children have died, and it is a tragedy when one of them dies. But whenever you ask me these questions, I do think you continue to kind of just elide over the fact that Hamas bears a great deal of responsibility for putting those children in harm's way. 数天后，当地时间3月3号，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才对加沙地带现状发出谴责。近一段时期，拜登对巴以冲突的态度呢，不停地在变化。从之前放话最快3月4号实现临时停火，到所谓的以色列同意斋月暂时停火，再到加沙救援物资领取点遭到袭击后，改口呼吁要立即临时停火。王浩先生，拜登的这一系列这个不同的表态啊，这个措辞的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这种措辞的变化透露出了很多的信息。最直接的，我们都可以看到，给人感觉是美国它底气在变得越来越弱啊。对于这个巴以冲突的走向，它自己的这种感觉把握的程度在降低，而且与此同时呢，还反映出来一种焦虑啊，一种不安啊，一种甚至是惊慌失措吧。这种措辞的变化以及它所反映出来这种拜登政府现在面临非常明显的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首先从美国国内来讲，就是说，巴以冲突已经对美国的大选造成了非常明显的影响，尤其是密歇根州非常明显的抗议票的这种信息，让拜登非常的紧张。那么从外部来看，我想拜登政府也不希望巴以冲突继续的扩大化，包括来自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啊。美国现在是成了这个孤家寡人啊，所以我想内外压力共振的作用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这种心态以及它言辞上的变化。对于拜登的不断喊话，以色列方面却不置可否。之前呢，还有以色列官员指出，拜登的话令人感到意外。他在发言之前并没有跟任何以色列的高层领导进行沟通。那您觉得这个当中反映出来什么样的问题？那拜登所说的这个临时停火能够实现吗？首先呢，确实从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关系来看，确实进入到一个比较危险或者说相对来说比较微妙的一个阶段了。过去可能大家都认为可能美国能够对以色列施加比较大的影响，实际上呢，如果大家熟悉以色列国内政治这个情况可能并不是尽然另外一个呢，当前美国所推动的这个所谓的临时停火，其实美国施加再大的压力，但是主动权是掌握在以色列手里的。所以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处于一个地区孤立的状态，或者说在整个外交政策要受到批评的状态，恐怕还是没有办法在短期内改变的。所以说，恐怕拜登的这些表态投射在以色列国内，恐怕会引来以色列国内新一轮的舆情反弹，其实是对于正在进行的这个谈判对话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本轮巴以冲突是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受到损失最大的一场冲突，所以他的民众的心态和以往的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相互关系当中是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现象。他认为美国没有办法，拜登政府没有办法跟以色列共情。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做出的任何表态，在以色列看来恐怕都很难在短期内被接受。欧洲方面是否也给他的老大哥美国形成了很大的压力？欧洲在相对呢在大的格局上和美国有一致性，
但在具体操作或解决问题的路径上和美国有差异。面对这个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那么欧洲不可能不遵从民众的意愿，不从道义这个原则出发，提出一些人道主义解决方案。这里就是好人由欧洲来做，恶人由美国来做。那么呢，美国呢显然就有一种道义上的压力，但是这个压力呢，这个美国会不会惧怕，会不会配合，另当别论。那么从目前看来是美国呢想把恶人做到底，那么即使在临时情况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条件，不能从根本上或者从长远上解决加沙人道主义危机造成的苦难。在加沙危机之外呢，这个红海危机还在持续当中。我们知道美国方面呢，它组建了一个繁荣卫士的红海护航联盟，但是欧洲呢，欧盟这方面是要单干组建了一个叫盾牌的一个护航行动，要区别于美国的那个组织。欧洲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如果说美国是跟这个胡塞武装直接对着干的话，那么欧盟他们的行动更多的是一种防御性的，希望通过一种防御性的举动来维护自身的利益。那么其实这个反映出来某种美欧的战略的分歧，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信息。那么在这样一个信息之外呢，其实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最近这些年欧盟非常强调所谓的战略自主。对，那么很明显这样一个行动就是战略自主的体现。那么在这样一个战略自主的背景下，美欧之间跨大西洋关系以及欧盟跟北约之间的安全关系都会出现非常微妙的变化。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非常需要去关注的一些动向。虽然国际社会一直呼吁停火止战，但是以色列强硬的态度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以色列如此强硬？从以色列的国内政治来看，我们看到，无论是国内的这个民意的压力也好，还是他的这个政治力量的这种偏好也好，其实都对他这种对外行为的强硬提供了一种国内政治的基础。当然呢，从外部看，我认为他的这种强硬的姿态也跟美国有关。也就是说，历史上长期以来，这个有美国学者认为以色列对美国的中东政策形成了绑架，所以他其实处于一种有恃无恐的状态。也就是说，不管他做到什么份上，都由美国来给他买单，给他来解决他的后顾之忧。所以呢，这种有恃无恐的心理，一定程度上也帮助他，甚至放大了他的这种对外的挑衅性的这种行为。那如果真正坐上谈判桌的话，各方都有什么样的筹码，会怎么来出牌呢？以色列的筹码是，以色列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内动员力量。以色列在6次中东战争中都打了胜仗，以色列呢有实力、有能力来保护自己。而这个巴勒斯坦人的筹码是什么呢？首先，巴勒斯坦这个国家是以色列不可搬走的邻居。第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数众多，还有呢，后面有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的舆论支持，更有联合国理念下的国际和平或道义的支持。因为以色列毕竟是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孤岛，以色列只有实现与周边国家的包容、和平共处，它才是最大的安全。以色列只有善良、只有友好相处，才是最大的安全。那从目前的这个局势来研判，王进先生，您觉得巴以要实现停火止战，以至于中东实现永久和平的话，需要一个怎样的外部环境？首先我觉得要有一定的共识。从现在来看，各方的共识其实差异很大的，就是他对于未来的和平的这个远景。和平该怎么去建构，路径、远景、模式，其实差异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地区国家和以色列之间，或者说地区国家和美国之间，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差异比较大，所以要首先形成共识。第二个是要有稳定的机制。从过去我们都说所谓的这个巴以问题的四方机制，包括说美国主导下的这个巴以的对话机制，从现在来看，基本上要么是不奏效，要么是基本上已经陷入停滞了。所以需要有新的稳定的机制，那么能够囊括之前的那个主要共识的各方，把它能向巴以双方进行施加压力。第三个更为重要的是，我觉得一些国际援助，还有一些国际的救助还是要跟得上，因为做出一定的让步，就意味着巴以双方内部它要经过激烈的讨论，它要做出一定的这种损失。那么这个损失可能是需要由国际援助来进行一定的这个帮扶和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才能够促成各方的和平早日到来。
近期，中方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对巴以局势进一步阐述了中方的主张与立场。那王继先生，你怎么来看待中方这一系列表态释放的信息当中提出了怎样的新思考？随着国际上这个呼吁巴以停火止战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在当中又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近期其实中国提出的一系列的这个表态啊，我觉得既有原则性的这种表态，基础性的表态，同样也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从原则性来讲，中国还是一直要强调本轮巴以冲突要及早的结束，那么停武止战停戈止战这样的一个呼声还是比较强烈的。同时呢，也关注到了人道主义危机的重要性啊，这也是我们一贯以来的这样的一个表示。那么与此同时，也在强调了，比如说对于两国方案的这个重要性，我们予以了这个重新的陈述。因为毕竟来说，在过去一段时间啊，包括在以色列国内，包括在可能一些国际社会，都对两国方案是否能够继续指导巴以问题未来和平的路径啊产生了怀疑。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提出这样的一些解释，还是有助于国际社会重新凝聚共识，在巴以问题上做出更多努力的。那么在过去也好，包括在未来，中国也一直会继续在巴以问题上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我觉得中方的这种态度非常的明确啊。首先，我们在应对包括国际和地区热点冲突事件在内的一系列全球性挑战方面，我们始终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或者以联合国为中心的这样一种治理的模式。那么很明显，这个跟美国的这种霸权主义思维就有非常显著的区别。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提出来有关的这个大国，那很明显就指的美国。其实言外之意就是说，美国你不能够继续单方面的采取这种拉偏架的偏袒以色列的这种做法，应该真正发挥你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作用。那么所以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中美两国对比，可以发现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真正建设性的、持中的，而且是有利于这个问题的长远的解决的。其实呢，在2017年的时候，中国就曾启动中巴以三方对话机制，协调推进援助巴方的重点项目。我们也看到，季先生，您当年就曾说过，中国和巴勒斯坦、以色列这两个国家都保持着友好关系，而且呢，均无历史恩怨。中国调解巴以冲突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那么现在又几年过去了那您觉得在这一轮巴以冲突的过程当中，中国又有着什么样的优势？中国呢，这个相对10几年前，第一，我们的综合国力日益强大，我们能够实实在在的拿出实批药品来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这我们有这个经济能力。第二，我们的国际影响力在扩大，我们呢这个一直主凭公情道义。还有第三个呢，我们是通过联合国机制，我们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或建设者。中国在第40多年外交中呢，我们都是正义的捍卫者，和平的保卫者。所以呢，不论是从这个国际体系层面，从物质层面，从道义层面，从政治智慧层面，还有呢，从中国与中东的这个政治经济的依赖性或者说相关性，我们都有解决的能力、解决的手段。但是我们还是要肯定，美国是解决巴以矛盾、巴以冲突的第一外来因素，中国呢是一个合作者，但我们不是被动的合作者，我们是一个建设性的、积极主动的合作者。相信中国这种建设性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日前，在欧洲，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正在就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开展第2轮穿梭外交。那么，中国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间点展开了第2轮的斡旋？这个时间点呢，在我看来，就是我们都知道，俄乌现在战场的形势在发生变化。作为俄罗斯来讲，它在战场上正在变得能够主动获取越来越多的这个主动权。那么，我想这个就为中国的穿梭外交从中进行斡旋呢，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俄罗斯毕竟是一个大国，而且在这个俄乌冲突问题上，它本身如果抛开外部的力量来看，它其实掌握了主动权，它在握着这把钥匙。那么现在战场形势出现了变化，我想就为政治解决这场冲突提供了更多的契机。那么中国可以说是抓住了这样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通过这个外交的努力来推动这个俄乌双方能够进行政治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恰逢其时。俄乌冲突它造成的影响，其实欧洲国家是首当其冲的，所以说欧洲国家也是对于这个相关的冲突更加的关心。那么对于欧洲国家进行相关的这个穿梭外交和游说，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欧洲国家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它对俄乌冲突的这个立场是发生一定的变化和松动的，内部讨论是很多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有新的观点，比如说如果中方表达我们的这个政治解决的观点，我们会进行一定的这个阐述，比如说相关的这种相关的这个路径呀、解决路径啊、解决思路啊这样的一种陈述，可能够帮助欧洲国家转变过去的单一的零和博弈式的这种解决方法，可能会带来新的转机，有助于俄乌冲突早日降温，俄乌之间的和平早日到来。因为现在随着战事的推进，无论是欧洲国家还是这老欧洲、新欧洲，其实都蒙受了很多的损失。可以说，他们当中也有自己的诉求。比如说这些欧洲国家，他们的心态上跟1年之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吗？确实是，可能1年之前可能欧洲国家会比较倾向于认为，可能俄罗斯的这个军事行动基本上要呈现一个颓势。可能乌克兰的这个军事行动可能会在短期内这个出现胜利，但是呢，经过去年1年的变化，我们看到可能俄罗斯它整个军工生产体系已经完成了比较好的动员，在前线的这种推进已经不断的取得了突破。那么乌克兰反过来可能它需要蒙受更大的军事损失和军事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可能新欧洲、老欧洲之间就要不要进行援助，要不要追加援助，如何在未来采取新的措施来应对这种局势变化，都会出现非常多的讨论。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实现更多的国际斡旋，或者说能够通过国际斡旋政治解决的路径来替代当前军事冲突的这种单一的思路，可能会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其实，在全球安全倡议提出的背景之下，中国对于地区安全事务始终秉持着主权优先与尊重地区国家的原则。无论是对于巴以问题，还是在俄乌问题上，或者是推进沙特与伊朗和解，中国都是把地区国家对于主权的关切放在首要位置。那么，中国坚持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是不是也是中国赢得多数国家尊重的一个重要原因？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有智慧、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发展模式，所以对主权的尊重，实际上是对世界各国人民政治选择的尊重；对主权的尊重，实际上也对文化文明多样性的尊重；对主权的尊重，也是对政治制度多样性的尊重。那么，对主权的尊重，实际是国际关系民主化里面的一个重要体现。那么，对主权的尊重，正是相对于近500年来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对主权的蹂躏践踏而言，是中国呢显示出这种崛起中大国的和平的一面，这个善良的一面，和这个维护国际关系、维护国际秩序这一种建设性、稳定性的一面。乌克兰危机延宕，巴以冲突持续外溢。此前就有媒体报道，在大规模冲突与全球主要国家一系列关键选举相互交织的背景之下，2024年世界将面临的似乎不是轻微的摇晃，而是更多的动荡。那么，如何让世界尽快的稳下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又该如何同向发力呢？我觉得，如果想要在这1年国际社会的很多热点问题能够实现降温，冲突能够实现和平，最为重要的国际社会要尽快的形成共识。这个共识一定是要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之上，是要建立在多边主义、反对单边霸权和双标的基础之上，是要建立在共商共建、共同繁荣的前提之下。在这个背景之下，国际社会的共识形成，必然会在中远期有利于国际和平的稳定和国际的这个秩序的更好的发展。我觉得真正关键的钥匙，可能从实践来讲，还是大国合作，尤其是中美两国的合作，能够真正的尤其是美国能够体现它的大国的责任和担当。那么这样的话，以大国合作为引领，然后国际社会形成共识作为一个基础，才有助于这些问题真正的解决或者至少降温。2024年是全球化信息化加剧的一年，也是局势动荡的一年。但是呢，习总书记说了，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文明要互鉴，文明要平等，在此基础上才能消除误解，消除分歧，才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需要妥协，需要达成共识，需要大国扛起责任，需要各种文化、各种文明之间相互尊重，这才是正确的、长远的、建设性的道路。